回到我的频道。之前的 House Tour 这支视频里，很多小伙伴都很喜欢我家的厨房，我也是，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来深度参观一下。在这支视频里呢，我会分享橱柜设计和收纳细节，以及揭秘4个隐藏设计。无论你是要装修、改造，还是想要重新整理厨房，都希望给你带来一些灵感。我们现在搬进新家快2年了，厨房是完全定制的，所以也是整个房子里最早完成的部分。这个空间之前是一个卧室，我们把它和客厅的墙壁打通，重新布置了水管和电线，做成了开放式的厨房。先介绍一下整体设计，在厨房这个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我想尽可能延续客厅自然简约的风格，所以我把橱柜从上到下都做成了哑光的暖白色，来放大空间，也更加明亮通透。把大件的家电呢都做成了内嵌式藏起来，再通过黑色的电器、原木色的陈列架和餐桌去打破白色的单调。地面是暖灰色80×80的大瓷砖。厨房的动线也很符合烹饪的顺序，依次是冰箱、水槽、备菜区、火区和用餐区。这个空间的采光也特别好，因为这里有一扇朝南的门，直通花园。在找厨房定制公司之前，我就已经用 Home by Me 这个软件自己做了全屋设计，所以和定制公司沟通制定细节的时候就非常的高效。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留言告诉我，我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分享自己做室内设计的方法。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参观一下细节。先来看灶台这一区，我们选的是这种斜背式的抽油烟机，我们特别满意。这种斜面的设计不容易积灰，特别好清理。对于我老公1.82米的身高来说，也不会挡视线，更加不会撞到头。我们家呢主要是做一些西式和少油烟的料理，所以这台抽油烟机的吸力对我们来说是完全足够的。它的前后2个滤网也都能拆下来，直接丢进洗碗机清洗，非常的省事。灶台我们用的是电磁炉，这样家里就没有明火。对于我这种做手工特别细致，但是在厨房里就特别笨手笨脚的人来说，更友好、更安全。它有2个特别实用的功能，一个是童锁功能。虽然我们家还没有小孩，但是我的2只猫咪会偷偷的跳上灶台。有了这个童锁功能的话，就可以防止它们误触开关。另外一个是自动定时功能。这样就不需要再单独买一个计时器，而且设定好时间，它可以自动关火，就又多了一层安全的保障。这里有一个小提醒，之前呢，我会把打火机也放在电磁炉下面的这一层收纳。后来我发现电磁炉用的时间长了以后，第1层会变热，安全起见，我已经换了打火机的收纳位置。大家也可以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be here， 头夫。安全起见，我就把打火机放到了别的地方收纳。如果你们家也是用电磁炉的话，也可以自行检查一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保证安全。灶台下面有3层抽屉，第1层放的是最常用的餐具和一些小工具，包括天天用到的餐垫。第2层放的是用的最多的锅具，还有防烫手套。这里我有一个收纳的小建议。买锅具的时候，优先考虑可拆卸手柄的款式，甚至是一组锅具可以用同一个拆卸手柄的，收纳起来真的会节省很多空间。这一层还放了一个我的桌面吸尘器，功率不大，但偶尔用来吸一下台面或者是抽屉的碎屑还挺方便的。最下面这层收纳的是更不常用的一些烹饪器材，比如搅拌机、料理机这些。这里就先来揭秘第1个隐藏设计，就是这个隐藏的抽屉。在这里我们收纳了各种锅盖和不太用到的工具。这是一个锅铲架，用到锅盖的时候，我也会把它拿出来放在工作台上，不用的时候就折叠起来收纳，很方便。厨房的好几个地方我们都利用到了这种隐藏抽屉，这种设计可以让外部看上去柜门比较少，很简洁，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内部的收纳空间。这里分享2个厨房收纳的小 tips。第一点就是重的物品尽量放在下层的橱柜收纳，尤其是锅具，这样既可以方便拿取，也会更加的安全。轻的物品就收纳在上层橱柜。第2点就是如果预算允许，下层的收纳尽量的多做抽屉，比起传统的柜门设计，可以避免弯腰翻找，更加的高效和省力。对了，你们会发现我们家没有做什么特殊的防溅挡板，一是为了美观，二是我们家的厨房用的都是防水漆。我们家呢很少做重油或者是炸的东西，所以溅出来的油渍和酱渍只要拿 Magic Sponge 沾点水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擦除。如果你们家做菜油溅的会比较严重的话，这种设计可能就不太适用。接下来看灶台左边紧挨着餐桌的抽屉，外面看上去只有一个柜门，但实际上里面也有2个隐藏式的抽屉。最上面比较矮的这一层放的是一些零碎的小物件，比如打火机、火柴，有时候如果有天天要吃的药也会放在这里，还有我的 Guilty Pleasure 巧克力。中间这层放的是一些泡来喝的东西，茶包、桂圆干、蜂蜜、方糖这些。
最下面这层放的主要是我们每天早餐会吃的东西，我的麦片和胶原蛋白粉，还有我老公的面包。这个区域就在餐桌的旁边，所以每天早上拿取也很方便。餐桌靠墙的这一边呢，放的是我老公每天早上一定会用到的 toaster， 我把它和纸巾盒、手机支架、面包刀一起用一个托盘组合起来，这样视觉上就会更加的整洁。墙面上呢，我做了2个陈列架，用来放一些中式的小摆件，我特别喜欢这个木雕的小柿子。餐桌的上面呢，是3个很侘寂风的黄洞石吊灯。因为空间有限，我们的餐桌就做成了这种半岛式的设计，正对着客厅。这个餐桌有90厘米宽，所以如果家里来2、3个客人，一共是4到5个人的话，在这里用餐也是绰绰有余。接下来呢，就来揭秘厨房里的第2个隐藏设计，就是在台面和餐桌的这个转角区下面支撑餐桌的柜体，我们也做成了一个隐藏的收纳区。这里主要用来储存牛奶、一些烈酒，还有瓶装矿泉水。我特别爱喝牛奶，一周会干完2、3瓶的那种，所以存放在这里对我来说特别方便。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相当于偷偷增加了储物空间，是非常巧妙的设计。灶台的这一边呢，就是备菜区。先来看上面的橱柜，第1层放的主要是一些零食，我们主要的零食是坚果，还有偶尔会出现的一包薯片。我现在居家为主，特别容易没事就来厨房摸点吃的，所以不囤零食的话，也可以减少对我的诱惑。这里再分享一个收纳的小技巧，就是善用转盘，可以更方便的看到和使用到放在后面的物品。中间这一层是我们晚上常喝的浓汤，还有就是使用频率比较少的一些酱料，比如火锅和麻辣香锅的酱料。因为这些袋装的没有办法自己竖起来，所以我就放了一个收纳盒。最上面的都是烘焙甜点的材料，我们家只有我老公会做甜点，所以我够不到也完全无所谓。橱柜的下面我们装了 LED 灯，如果我夜里突然要来厨房拿些什么，不想要太亮的话，就会用到这个灯。工作台的台面是花岗岩材质的，因为我想要用天然的材质，花岗岩的话正好算是取了大理石和人造石英石的一个中间平衡，保留了天然石材的质感和独特的纹理，同时呢又耐热耐刮。备菜区的台面上呢，我们放了热水壶、胶囊咖啡机，都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电器。我们打算将来换一个全自动的咖啡机，会更加的环保，也更省钱。现在台面上空间比较充裕，所以我们用了这种站立式的厨房纸巾收纳架。如果将来台面上放更多电器的话，就可以把纸巾架悬挂在这个陈列柜下面。看到这里，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台面即使是放了这些家电，还是有不小的备菜空间？包括前面看到的抽屉，是不是好像也特别能装？这里就要揭秘第3个隐藏设计，就是我们的台面和下层橱柜的深度。市面上最常见的下橱柜深度是60厘米，但我们的橱柜深度有65厘米，也就是每一层收纳都比普通橱柜多了5厘米的空间。不要看只有5厘米，在实际使用的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差别。另外呢，我们的上橱柜深度是37厘米，这样上下橱柜的深度落差就可以保证我们在台面上工作的时候视线会更加的开阔，不会有压抑局促的感觉。下面这里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洗碗机。我们家绝大部分的碗盘清洗，包括一些不锈钢的锅具都会用到它。洗碗机的右边呢，我们放的是一些调料。第1层也有一个隐藏的抽屉，这里放的是一些小瓶的香料，横着放可以一目了然，也不用买额外的收纳罐和标签。这一层放的是其他佐料，比如盐的补充装啊、辣椒啊等等，还有一些罐头。下面的抽屉里放了各种瓶装的酱料，还有常用的一些大蒜和洋葱。平时我们如果买了土豆也会存放在这里。转角的台面上是放水果的区域，也给厨房增添了一些色彩。上面呢，我做了2层小小的陈列柜，放了一些摆件，增添一些装饰和趣味，也让空间更加有层次。转角这里呢，我没有做那种可以旋转拉出的橱柜设计，原因是一，我很害怕东西掉到缝隙里面，感觉清洁起来会是噩梦；二来其实那种设计安装的时候也会占用一定的空间，所以我就选择把转角这2边的橱柜都做到最大，角落这个空间我就相当于是舍弃掉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水槽这一区，这个水槽是天然花岗岩和树脂的复合材料做的，优点是耐滑、耐高温、抗冲击，又带有天然石材的触感。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们选的是一个灰色的水槽，因为我怕黑色的水槽会容易嫌水垢嘛。但是定制公司那个时候填错了，我们两个在确认订单的时候没仔细看，没发现这个错误。事实证明，黑色的水槽真的会非常嫌水垢，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选。我们的水槽尺寸是50×40，挺小的，但已经是我们的空间里能安装的最大的水槽了。平时我就把这个不锈钢的卷帘式沥水架放在这一边，洗一些普通的煎锅和煮锅的话也不碍事。水槽旁边我还额外放了一块硅藻泥的沥水垫，我不太喜欢这个材质，因为不能清洗，脏了就得扔掉。我目前还在寻觅容易清洁、美观又更环保的替代品。这个非常简约的水龙头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实际也有下拉的设计，可以更方便的清洗水槽的4个角落，而且它也有花洒的模式，冲力更强，更方便清洁。这里顺便提一下这棵小小的宠物友好的网纹草，它特别好养护，蔫了只要放在水龙头下面稍微补点水，就会立马恢复生机。有了这一小盆绿植，我每次在这里洗手洗碗的时候心情都会更好。水槽上面是一个3层的大橱柜，最下层最好拿取的是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碗、玻璃杯和大小餐盘。分享一个收纳建议，买盘子的时候尽可能选择相同尺寸的，这样就可以堆叠着放，从上到下取用，清洗完叠成一打放回就可以了，就没必要去买那种竖着收纳餐盘的工具。这一区如果以后需要放更多碗或是餐盘的话，我会考虑加一个这样子的架子，分成2层收纳，但目前这样的布局已经可以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了。所有橱柜里的隔板都是可以调整高度的，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灵活变化。中间和上层放的是一些不常用的杯子和小容器，除了偶尔在家里小酌以外，大部分的酒杯也只有家里来客人了才会用到。水槽下面呢，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个设计。左半部分打开，上层收纳的主要是各种厨房擦巾和橡胶手套，还有一个清洁指甲的小刷子。这2个收纳篮的后面其实还有空间，我目前放了利用率超低的围裙和桌布。最下面是一个抽屉的设计，里面放了各种厨房清洁的用品，包括洗碗机用的胶囊。这里的动线也设计得特别方便，打开这个柜子，拉出抽屉，就可以把洗碗胶囊取出来，放进旁边的洗碗机。碗盘杯子从洗碗机里取出来，就可以顺势的收纳到上面的柜子里。右半边的柜门是一个又可以手拉又可以脚踏开门的设计，里面我们放了2个30升的垃圾桶，用来分类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隔板的上面我们收纳了各种保鲜膜和保鲜袋，但我们平时很少用到。储存食物的话，我们主要还是用保鲜盒。这个收纳盒里放了一些百洁布和各种超细纤维的抹布，这些抹布全部是用来做家居清洁的。我在清洁家里不同区域和使用不同清洁产品的时候，都会更换抹布，全部用完了之后就丢进洗衣机里清洗。这里还放了垃圾袋，就可以直接完成换垃圾的动作。我觉得水槽下面的这个设计非常充分的利用了空间，我真的很满意。那到了右边这里就是来自 Neve 品牌的微波炉和烤箱，我们选择了平面按键的设计，特别简约。烤箱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设计，就是烤箱的门是可以推入的，这样不管是放还是取食物都特别的方便。而且这个烤箱有自动清洁功能，油污比较重的烤盘就可以直接放在里面和烤箱一起清洁，不用自己去用力的刷洗，非常的省力。微波炉上面的这个橱柜位置比较高，拿取东西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就放了一些平时不常用的碗盘、高压锅和偶尔用到的电器。我顺手可以够到的地方呢，就放了几个杯子，还有一包猫零食。因为我每天晚上都要在厨房里面给我的2只猫咪喂零食，训练技能，是我们每天的睡前仪式。以后如果有更多的收纳需求的话，我也会考虑在这里增加一个层架。下面的橱柜这里第一层也是一个隐藏抽屉，收纳的是不同大小和形状的烤盘。下面一层收纳的主要是我们的各种保鲜盒，最底下一层没放什么东西，还有剩余的空间，将来如果有更多的锅具也可以收纳在这里。接下来就要来揭秘第4个隐藏设计，在这个空间里面还藏了一个脚踏，你们可以找到在哪里吗？答案揭晓，就是藏在最下面这里，只需要把它拉出来就可以组装成一个脚踏。整理上层的柜子，或者是擦厨房和客厅的门窗玻璃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抽出来用，还挺方便的。最后来看这个内嵌的冰箱，因为空间有限，我们的冰箱尺寸就比较小，我们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择了这种冷藏空间大、架子远远多于抽屉的设计。冷冻空间主要是放一些冰块和立即要吃的冷冻食品，比如我的 Ben & Jerry 的冰激凌。我是一个1年4季都爱吃冰激凌的人，饭后我都会来挖2口，这样1小桶我可以吃1整个星期。我们还额外购买了一个2米高的冷冻柜放在地下室。
冰箱的上面还有一个收纳空间，我们就放了一些特别少用到的烘焙模具，还有醒酒器。以上就是这次的 Kitchen Tour 了，希望能给你们带来一些灵感。接下去你可以点这里或者点这里去看看我的 House Tour， 或者是如何轻松保持家居整洁的视频。喜欢我的内容也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